萌兰在各个阶段都遇到了真心待她好的奶爸奶妈，婴幼儿时期得到了没奶妈的爱和陪伴，每次体检过后奶妈就会把她抱在怀里亲亲，而乖巧的萌兰也像个布娃娃似的认撸认抱，哄得没奶妈高兴不已，简直爱到了心坎坎上。快点要死了，我们家萌崽儿，萌崽儿，萌崽儿。我抱着你行吗？不仅如此，没奶妈还教会萌兰许多技能，比如喜欢的东西要用力抱抱表达爱意。就是发姑奶爸差点被萌兰勒得去见了太奶，并且萌儿的越狱技能也是没奶妈教的。直到现在，奶妈提起萌兰依旧是满脸骄傲。我最喜欢我萌萌崽，萌三好乖的，脸好圆的。等到萌兰稍大一些后，眼睛奶爸就成了她的专属陪伴，一人一熊手拉手的画面格外温馨。而对萌兰极尽宠溺的还有三图奶爸。小家伙经常趴在对方怀里撒娇卖萌，奶爸就乐呵呵的陪他玩耍按摩，甚至还会把萌兰放在腿上玩滑滑梯。不过要说萌儿最经典的画面，还得是和发姑奶爸一问一答。60多斤了，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哎，胖儿。这个阶段，萌兰有了发姑奶爸的引导，变得更加亲人，也开始有了占有欲。看到发姑奶爸给别的小熊洗澡，萌兰会凑过去吸引对方注意力，气急了还主动标记发姑奶爸。如此古灵精怪的小熊精，怎能不让人喜爱？因此，即便后来分开多年，发姑奶爸对萌儿始终不变。我记得您有个儿子，今天也过生日。我儿子多了，你说的是萌兰吧？对吧？当然了噻，在北京呢。他也生日快乐呀！而要说最爱萌兰的，还得是和奶爸。此时的萌儿不幸患上骨髓炎，下巴肿大，还不爱吃竹笋，只吃竹子。为了让萌兰填饱肚子，早日恢复健康，和奶爸冒着被通报批评的风险，趁午休时间偷偷给萌兰砍来很多竹子。和奶爸付出很多，但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萌兰病情恢复后被接回了北洞，这里的饲养员同样把他宠上了天。话痨的木叔经常来跟萌兰聊天，也会掏出手机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徐老爷对这个乖孙也爱得不行。萌兰患上螨虫眼后，亲自来给他抹药。萌儿淡定地吃着笋笋，一脸享受。而当萌兰生病躺在木架上病恹恹的，徐老爷不顾自身安危，近身照顾他，可见他是真心把萌兰当亲生孩子对待。虽然萌儿有身熊皮大衣能够抵挡风寒，但看到乖儿子靠在冰冷的铁柱上吃饭，继奶爸心疼万分，便在上面绑了个靠垫。可以说，萌兰每个阶段都得到了饲养员满满的爱，而在爱里长大的萌儿也变成了小太阳，默默治愈着身边一切事物和喜爱自己的猫粉。只希望所有小熊都能遇到真心相待的饲养员，熊生每一天都能健康快乐，喜乐无忧。谁能想到野生大熊猫相亲过程能持续2小时？圈养大熊猫却需要看猫片助兴。近日在四川雅安意外拍到2只野生大熊猫求偶的影像，整个过程持续2小时仍未结束。因为当地成功放归8只圈养大熊猫，专家还采集了粪便样本以便确认身份。不知哪个幸运儿将会认领这项战绩呢？虽然野生滚滚勇猛无比一个顶俩，但圈养大熊猫因为没有相关经验，很多熊交配前都得看猫片助兴。要知道大熊猫1年只有1次发情期，每次也仅仅持续2-3周左右的时间，并且母猫可怀孕状态最多只能维持72小时，因此一旦错过交配就要再等上1年。更苛刻的是，熊猫找对象很挑剔，哪怕只要其中1只看对方不顺眼，它们就会拒绝交配，甚至大打出手。可见来者不拒的7载金科有多可贵。因此熊猫宁愿每天花16个小时干饭，剩下时间用来睡觉，也不愿和异性交配。而为了增加熊猫新生幼崽的数量，工作人员急中生智给它们放猫片，希望大熊猫边学习边实践，努力造娃。该说不说，这种方法还真有用。13年，大熊猫勇勇和柯林进行交配。没有相关经验的柯林不懂如何求爱，于是工作人员给他播放了猫片，最后柯林恍然大悟，完成了交配。而这件事直接轰动了全球，甚至因为太具有科普以及新闻价值，柯林看猫片的照片还入选了《时代周刊》年度最令人惊奇榜单。之后如果有熊孩子拒绝交配的话，工作人员就会为其放猫片勾起兴趣。网友直呼赶紧给不解风情的星儿看猫片。可怜的毛笋妹妹已经连续4年假孕了，每次2熊相亲时，毛笋都会率先示好。然而星儿就像个没开窍的傻憨憨，哪怕对方都快把屁股撅到自己脸上，星儿依旧不为所动，一门心思只顾干饭。实在不耐烦了，就用脚把毛笋的屁股堵上。这一幕金虎看了都得骂他不争气。其实星儿也不是完全不对毛笋感兴趣，只不过他表达爱意的方式是飞速拍一下对方屁股，然后立刻跑开，并且当奶妈用其他雄性大熊猫的尿液刺激星儿，激起他的胜负欲，从而完成和毛笋的交配时，星儿看着笋妹对别熊尿液有反应，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冲上去就把他揍了一顿，真是又菜又玩不起。其实工作人员也曾给星儿看过猫片，只不过觉得不文雅，做成了 PPT。最后星儿这货没看懂，白下了一堆挂件。只能说熊猫繁育之路真是艰辛。萌儿就是全网最懂事的小熊吧，别的小熊催加餐都会用饭盆打碟，而萌儿会乖乖拿来粉碗坐在门口等，乖巧可爱的样子让猫粉们心都化了。
有次轮到徐老爷来照顾萌儿，二小子玩了一圈后，按时来到门口等加餐。但当时老爷正在外面接受电视台采访，久久没有得到回应的萌儿并未生气，而是乖乖坐着玩冰块自娱自乐。随后干脆躺在旁边边等边哄自己睡觉。明明是尊贵的国宝，却懂事的令人心疼，并且萌儿不仅不挑食，还很珍惜粮食，每次吃完笋笋都会拿起笋皮嗦落一下。就连难啃冻的冬笋头也不舍得浪费。北冻熊猫集体嫌弃的窝窝头，萌儿即便噎得直打嗝也要坚持吃完，甚至为了不浪费还用小篮子接住残渣。只能说越了解就越觉得萌儿最为懂事。夏天气温高的时候，其他小熊都会内射，萌儿却还硬撑着认真营业，直到动物园关门，凭借一己之力撑起整个熊猫馆。先前萌儿患有螨虫眼需要治疗，涂药时他乖乖抬头，从不随意乱动。虽然做抽血体检很疼，但萌儿不吼不闹。徐老爷心疼的不停给乖孙投喂红枣，完事后他才默默舔舐伤口缓解疼痛。如此乖巧的小熊真的值得猫粉的喜爱。而萌儿不仅温柔对待饲养员和粉丝，还会特地给喜欢薅毛的乌鸦朋友留下食物。只见萌儿把苹果分成小块再慢慢品尝，可一向勤俭节约的他却留下一块没有吃，而是转身去拿粉色王八壳里的笋笋，最后扒拉了一会笋皮也没有去碰苹果块，直到乌鸦突然飞过来把果果叼走，游客才明白这是萌儿给朋友的礼物。不得不说，真的会被二小子的暖心感动到。都知道去年萌儿吃东西太急咬到了手臂，尽管很疼，但他并没有四处撒泼发脾气，甚至还强忍疼痛爬上台阶继续营业。闻讯赶来的饲养员轮流用竹笋哄他回内舍，但萌儿不想让远道而来的姨姨们失望，僵持了好久才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吃笋笋，吃完又再次来到台阶上继续营业。不得不说，萌儿懂事的太让人心疼了。徐老爷担心乖孙不方便拿吃的，于是用新鲜竹子铺满了萌儿的内场。二小子躺在竹海里随手一捞就能吃到，只能说萌儿绝对值得世间一切美好。希望二小子未来熊生心想事成，健康平安。小熊金鱼爱有多聪明机智。这天馆长和外公给可爱兄妹加薪丰荣，为了增加趣味性并锻炼两熊的后肢力量，馆长把绳子两端绑到树上，但只打了一个结。不得不说，这完全是小瞧了我们爱姐的智商。果不其然，于爱登场后径直来到木架上，瞧了一眼绳结后满脸不屑，切就这。紧接着小爱随口一咬，绳结竟然就松开了，怕摔下来，他一个大回旋来到木架上，随后小手一拽就把绳子给扯开了。只能说于爱不该再虫洞，应该再虫大。任何复杂的难题他都能轻松解决。这天院子里的吊篮绳子打结了，当姨姨们还没看明白如何解开时，小爱已经爬上去并咬住其中一根绳子，随后借助身体的力量把绳子拽下来，就这样轻松解开了吊篮。只能说，虽然聪明的大熊猫有很多，但像于爱这么聪明的却很少。当哥哥不小心被木架卡住腿时，于爱看到后赶紧走过来查看情况，并背对着哥哥蹲下，想让他踩着自己下来，但于可挣扎了几下依旧动弹不得。随后爱爱站起身，决定换另一种方法。只见身手敏捷的他麻利地翻越木桩，站稳后双手使劲往外掰，卡住哥哥的树干，趁着空隙变大，于可赶紧把腿抽了出来。不愧是年纪轻轻就能当二馆长的小熊，于爱的聪明和责任感简直一触屏幕。此外，爱爱还是只10数的小熊精。这天馆长给兄妹俩扔了好几根笋笋，眼尖的爱爱看到后赶忙飞奔下树去拿，叼起其中一根笋笋打算跑到木架上吃，然而于可还以为妹妹想吃独食，像块狗皮膏药似的跟在他屁股后，还把爱爱扒拉的摔了一跤。虽然于爱又急又气，但还是好心的带着哥哥去找笋笋，结果于可不仅没看见，还以为是在耍他，冲上去就想抢妹妹手里的笋子吃，气不打一处来的爱爱当场暴走，暴击空气的同时嘴里的笋也被甩飞了，感觉一旁的于可正在瑟瑟发抖。当外公一熊一根分好笋后，于可总是喜欢抢妹妹手里的那根，或许是觉得别熊手里的最香吧。爱爱也不着急，而是意味深长的看了哥哥一眼，随后就从他面前的笋堆里拿了一整根，半根换整根，怎么看小爱都不吃亏。只能说不怪于可太憨憨，要怪只能怪我们二馆长智商太高。不过当于可的脚受伤食不下咽的时候，爱爱吃饭时特地留下一根笋没有吃，等到把地上的笋皮都搜刮一遍后，于爱叼起笋径直走到哥哥面前，把笋笋让给他吃。就是说，如此聪明暖心的天使小熊，怎能不让姨姨们心生喜爱？只希望于爱未来熊生快乐每一天，和哥哥于可度过更多的时光。眼前用树枝搭桥企图越狱的熊猫，就是小田包北辰的亲姐姐川仔。虽说是女熊，但胆量丝毫不比男熊差。只见川仔小心翼翼地踩上独木桥，却发现树枝承受不住自己的体重，他急得来回奔跑，想找东西固定一下。最终毫无所获的川仔只能拜托两脚兽，希望他们能拽着树枝帮自己越狱。可游客却毫不犹豫地拨通了基地电话。紧接着川仔被饲养员被收回熊舍，5名保安及园林工人赶到现场收拾残局，并拍照保留证据，回头让嫌疑跌楼阿宝报销。只能说川仔还是有些过于谨慎了，这机会要是给到萌兰，这会已经上高速了。其实川仔爬树从小就主打上的去下不来。这天到了下班时间，奶爸奶妈来收猫，奶妈用小苹果引诱挂在树上的川仔，小家伙痛快地调转屁股准备下树，可由于树干上包了一圈光滑的镯子，川仔没有着力点，只能翘起脚丫寻求帮助。有眼力见的奶爸赶忙伸出胳膊让他踩，
或许是奶爸的细胳膊不太好借的，川仔踩了一下后，脚又开始无处安放。奶爸看着这滑稽的一幕，哈哈大笑。川仔又羞又恼，一气之下又想爬回去，还好奶爸及时反应过来抱着了他。这场收猫拉锯战才终于结束。而小甜包北辰身为北川的弟弟，除了长相甜美，还有出圈作品傍身。北辰跟其他2届熊猫幼崽合班第一天，奶瘾犯了的他找到同班女同学要奶喝。同样是宝宝熊的嘉欣被咬得直翻白眼，喘着粗气将求助的眼神投向饲养员。奶爸赶紧出来收猫，喊北辰回家。痛得受不了的嘉欣也想起身挣脱前置，但奶瘾还没过去的北辰坚决不松口。于是合班第一天他就被迫独居了。只能说这个黑历史将伴随北辰终身。而北辰的双胞胎弟弟北霞，虽然从小就失去了一条手臂，但他爱好聊架打架，更是从没怂过。只见北霞趴在楼梯上挑衅大班长交易，并凭借强悍的战斗力硬生生将对方拽了下来。虽然他也摔倒了地上，但气势上也赢了。交易下得赶紧跑到一旁的小木床上，越战越勇的北霞穷追不舍，冲上去就是干，3下5除2就把对方牢牢压制在了身下。最后更是英勇的把交易顶下了木床。只能说要是北霞没有缺少左手臂，肯定能轻轻松松称霸幼儿园。如此可爱的仔仔，网友们爱了吗？萌儿就是熊猫界顶级美强惨吧。明明有着190的身高标准美熊长相，性格乖巧懂事又亲人，可因为眼睛生病导致黑眼圈泛白，在外场乖乖营业时惨遭游客嫌弃。萌儿长得不好看，走吧。正在吃东西的萌儿像是听懂了，默默抬起小手使劲擦自己的眼圈，委屈巴巴的模样令人倍感心疼。都知道萌儿从小离开萌萌身边，可她依旧乐观向上，温和亲人，凭借性格好赢得所有饲养员的喜爱。别的小熊饿了会哐哐搓铁盆，而萌儿则是乖乖坐在门口，安安静静等奶爸送加餐。就算对方迟到了也从不生气，因为萌儿的螨虫眼久久治不好。北洞请来了专家帮忙诊断，专家歪着头看萌儿也学着歪头，可可爱爱的模样简直萌化人心。萌儿的眼睛需要每天按时上药，时间一到他会主动来到门口，一手紧抓把手，一手捏着窝窝头，任由奶爸用手抹匀眼圈上的药。当奶妈投喂红枣加药的时候，萌儿担心自己锋利的牙齿咬伤对方，便用舌头卷走红枣才开始咀嚼。乖巧懂事的样子令人心疼。除了温柔对待饲养员外，萌儿面对游客同样暖心温柔。因为北洞内场外加了一圈护栏，他担心姨姨们不能近距离看到自己，于是一出场就跑到玻璃窗前贴，仿佛在说你们好，你们都好。随后拿着竹子爬到大宝座上吃，让后排的游客也能看到自己。只能说萌儿能火成这个样子，不单是靠绝技龇牙咧嘴掰竹子，更重要的是他心思细腻，性格好。因为萌儿小时候吃百家饭长大，他不仅不挑食，还很珍惜粮食。北洞熊猫集体嫌弃的窝窝头，萌儿被噎到直打嗝都不肯丢掉，每次吃完笋还要再搜刮一遍笋皮，就连难啃冻的冬笋头也不舍得浪费。只能说越了解就越心疼萌儿的懂事。都知道北洞乌鸦是出了名的流氓，经常薅国宝的毛去装饰自己的房子，这要是被艾姐逮住，铁定小命不保。睡梦中的萌儿被乌鸦疯狂啄毛，他没有生气，而是换个姿势继续睡觉。目睹这一切的老爷都心疼坏了，不停劝乖孙回家睡觉。不得不说，萌儿真的是天使小熊。很多网友都说他的条件罗列起来，几乎没有几个男生能够对标，甚至连女生都做不到萌儿这般全面，难怪都说他是熊猫界顶级美强惨。长相漂亮却有一段颜值低谷期，性格亲人却从小被迫离开妈妈，经历诸多挫折却依旧温柔对待整个世界。相信这就是独属于萌儿的魅力吧。北洞窝窝头究竟有多难吃？小白天愣是被逼成了白眼战神。这天面面奶爸揣着窝窝头，迈着沉重的步伐来跟小白天谈判，结果不出所料再次被闺女狠狠拒绝，急得面面龇牙咧嘴，你到底能不能吃？可以说如今只要闻到窝头的味道，小白天就绝对不会拿正眼瞧人，白眼一翻，满脸都写着倔强和不屑。只见小白天垂头丧气的来到墙角，抱着窝头翻来覆去，就是吃不下，好不容易咬了一口，还只是皮外伤，感觉小白天的无奈都要溢出屏幕了。只能说北洞窝头一吃一个不吱声。如果说成都基地的小熊都是连吃带拿，那北洞熊猫则是将窝头连扔带吐。这天萌大正躺在地上等待加餐，结果一块窝头突然飞到他的肚皮上，萌哒哒瞳孔地震，直接歪头装死。这演技不去拍电影简直可惜了。如果说胖大海的窝头指标有一半都是靠爪子扒拉而完成的，那萌兰则会求助他的小鸟朋友。每次奶爸送来笋笋窝头等加餐，机灵的萌儿会让麻雀先吃窝头，自己则先用美味笋笋开胃，等到麻雀吃饱了才去吃剩下的部分。事实证明，碳水的确会让人变胖。萌兰院里的麻雀都胖成了走地鸡，而乌鸦就比较倒霉了，本想尝个鲜，谁料被窝头噎得直干呕，差点嘎掉。不仅如此，在美国吃了20年苦的丫丫，刚回国时还觉得窝头挺合胃口的，可当他尝遍美味的竹笋、苹果、胡萝卜后，才发现窝头这玩意根本就不叫玩意。只能说北洞的面点师没下岗，全靠窝头标兵萌儿硬撑着。据说萌儿最高战绩是一天吃6块，相当于半个北洞的窝头指标。这天黄连奶爸给二小子送加餐，直接拿来了3块又大又厚的窝头砖。萌儿吃完一
块黄连就给无缝衔接上，直到3块窝头都给出去才功成身退。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能者多吃吧。不过窝头标兵也会有罢工的时候。只见蒙二刚艰难咽下最后一口窝头，还没来得及喝口水缓缓，奶爸就又递来一块更厚的窝头砖，吓得蒙二转身就跑。家熊们谁懂啊？人情世故吃个窝头，可他们却得寸进尺。别的小熊玩嗨了不愿回家时，饲养员都会用好吃的笋苹果勾引，实在不行就上底牌盆奶。然而我们蒙二闹小脾气得到的却是黄连用长竹竿递来的一块窝头，真是叔能忍婶都不能忍。这只把孩子举高高的熊猫妈妈叫小白兔，而它手里软萌可爱的熊猫幼崽正是如今被北洞饲养员宠成公主的小白天。小白天2岁时离开妈妈回到北洞，因为性格腼腆，对陌生环境比较敏感。展出第1天，人们迟迟不见它的踪影，饲养员来到内舍寻找也没看到小家伙。正当吓坏了的众人准备紧急搜寻时，抬头一看，却发现小白天竟爬到了房顶上，扒着墙头紧张兮兮地看着2脚兽们，似乎在说搞咩呀，熊家迷路了而已。小白天从小就是个标致的美女，蓬蓬脸，微笑唇，自带魅惑的上挑眼线，是熊猫界唯一自带美妆的小熊。长得好看也就算了，还特别会撒娇。众所周知，北洞窝头是出了名的难吃，每次奶爸送来加餐，小白天都不要，而是转身撒娇示意对方给他按摩，只有按摩舒服了才肯赏脸。因为公主经常享受完就翻脸不认人，面面奶爸一整个生无可恋，下意识按着被关在笼子里的模样，感觉离疯不远了。小白天看到奶爸没有专心按摩，气鼓鼓的给了他一熊掌，并警告道：好好按，本公主这次绝不反悔。躺累了的小白天挪屁股转了一圈后，又伸出脚给奶爸亲吻本公主右脚，把精神恍惚的面面都给气笑了，只能无奈的轻轻拍了一下闺女的屁屁。前几天小白天过6岁生日的时候，或许是不满意奶爸做的窝头蛋糕，小公主和粉丝短暂会面后就进屋了，直到下午4点才再次露了个脸来给白天庆祝生日的游客，想让面面奶爸把蛋糕拿屋里给他吃。对此白天表示栓 Q 大可不必，蛋糕给他拿进去吃吧。别看小白天在奶爸面前肆无忌惮，但其实面面已经掌握拿捏闺女的方法。毕竟没有女孩子不在意自己的丑照。当傲娇的白天不想搭理奶爸时，面面悄咪咪掏出手机飞速拍了照片，并威胁闺女不乖的话就给抱出去。小白天握住栏杆，目不转睛地看向奶爸，仿佛在说：如果可以，真想把这玩意扔你脸上。果然好看的熊熊就连生气都这么可爱。不仅如此，小白天还非常喜欢爬树，边眺望风景边惬意地晃着脚脚，这营业状态简直让所有打工人泪目。而如此可爱的小熊，网友们爱了吗？熊猫萌兰绯闻女友身份遭曝光，网友直呼属实是3太子高攀了。公认的太子妃小白天到底有何魅力？作为熊猫界最会整活的熊孩子，萌兰可谓是言情小说的高配男主。北京户口，2环，有房工作在编，1.9米大高个标准女熊脸，阳光开朗，极度自律，耐心温柔，还爱护小动物。爸爸是海归大美男美兰，妈妈是北洞影后萌萌，妹妹是顶流女明星花花。如此显赫的家境，加上萌兰自身名利双丰收，按理说她根本不愁找对象。可奈何现如今萌兰专注越狱事业心满满，早就到了娶妻生子年龄的她，还是禁欲系的阳光开朗大男孩。猫粉生怕萌兰一不小心走上黄金单身汉5.1和金虎的路，于是纷纷开始给他物色女友。然而正当网友火急火燎为萌兰挑合适熊选时，他竟被突然爆出有个绯闻女友，其就是外形甜美萌萌可爱的小白天。虽然白天是一只女熊，可她的身手却格外矫健，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喜欢在树上挂着，叼着一摞竹子爬高都不在话下，并且她还练就了铁头功功夫。别的熊猫吃竹子都是用牙咬断，小白天则是直接用头给掰断。看到她又萌又飒的模样，没准以后还能让萌兰收越狱的事业心，并且俩熊还有共同的绝活。此前猫粉认为倒挂金钩只有萌兰会，如今他的绯闻女友曝光后，网友发现小白天的倒挂金钩才是炉火纯青，不愧是官方认证的 CP 默契程度就是高，并且两熊还有同款情侣单品，那就是萌兰的越狱工具小黄球。不过白天一般都是抱着球爱不释手，身为北京动物园的新晋花旦，小白天还十分懂得形象管理。本来还在大快朵颐吃苹果的他，看到有镜头后立马换成小口吃。而面对大批参观自己的游客时，他还会专门跑到玻璃前跟游客贴，并且小白天还十分会撒娇。如此看来，他和萌兰简直就是绝配。当了解小白天的身份背景后，网友更是直呼属实是萌兰高攀了。要知道他是功勋大熊猫凉凉的后代，可以说是妥妥的名门之女。不得不说，萌兰这小子真的有福气。虽然现在的他主打还是一个禁欲系，但相信小白天依靠他的个人魅力，一定能让萌兰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而这门亲事，网友有什么建议呢？他是全网最不爱干净的小熊，江湖人称挖煤小童工。虽然和顶流女明星花花同岁，但按辈分他可得叫花花一声姑姑。熊猫小香果到底有多调皮捣蛋？作为拆迁办和鹏鹏圆脸家族继承人，香果有一双卡姿兰大眼睛，黑眼圈是长条形的，看起来有点委屈，但小家伙的颜值可是相当抗打。香果的母亲是叱咤斧头山的拆迁办主任香槟，父亲公仔是电影《功夫熊猫》中阿宝的原型。然而令人想象不到的是，
她的奶奶竟然是洁癖公主成功，只能说香槟女士的基因实在是太强大。香果打小就继承了妈妈的豪爽，不过相较于拆迁，她最擅长还是挖煤。小家伙每天热衷于在泥地里打滚，别的熊猫下班都是亲亲抱抱举高高，然而到了香果，这不是饲养员合力把它抬回去，就是抬到一半抬不动的时候给拖走。甚至还有一次，香果直接被奶爸气回了家。怪只怪小家伙的身上实在是太脏了，每天香果都是白白净净出门上班，临下班就变成了黑不溜秋的煤球，脏兮兮模样，就连香槟看了都嫌弃。每次小家伙从妈妈面前经过时，香槟女士的肚子被气得一鼓一鼓，并且香果还非常调皮捣蛋，她会趁饲养员不注意搞偷袭，被教育后不停扑腾两只小手表示抗议。小时候的香果营业还非常积极，当奶爸来接他下班时，不愿回家的他还会冲对方躲。无奈之下，奶爸只能强行把他抱回去。如今3岁的香果已经开始注意形象，不再热衷于挖煤，而是改成干饭。在能吃的基础上，小家伙还十分贪吃。有次到了下班点，其他小熊陆续回家后，只有香果还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游客和饲养员看到这一幕，直接吓坏了，直到看见香果圆滚滚的肚皮才松一口气。原来他只是单纯的撑着走不动了。与此同时，香果的敬业精神也不如从前。这天本来躺在地上的他还在慢悠悠啃竹子，谁料听到工作人员用喇叭喊了一句：“今天的营业到此结束。”接收到信号的香果没有一秒钟犹豫，立马起身屁颠屁颠的。这样的国宝你们爱了吗？直到看见江爷爷为福宝给游客道歉，才明白福猪猪真的被宠成了公主。这天不想营业的福宝一直在门口徘徊，始终没人给他开门，就趴在树上睡大觉。到了吃饭点，江爷爷把新鲜的竹子摆好，此时的福宝还完全没有干饭的欲望，可不想辜负谭爷爷的他还是乖乖下树。上了木架后，福宝就一直背对着游客，谭爷爷贴心的挪了挪竹子位置，方便小家伙能转过身来营业。谁料他一直趴在木架上闷闷不乐。江爷爷见状，给福宝投喂了他最爱的胡萝卜和苹果，并抬手示意小家伙转过身去，可调皮的福宝始终趴着不动。江爷爷费了好大劲才让他面向游客，不情愿的小家伙还直接发出了羊叫。江爷爷只好跟福宝说悄悄话安慰他，福宝也很听爷爷的话，乖乖吃了竹子。可小家伙看起来心情还是不好，心疼宝贝孙女的江爷爷只好跟游客示意，今天福宝暂停营业，想看的话可以明天再看。福宝看到江爷爷给游客道歉，抬头似乎在跟对方说自己还能坚持一会，但心疼他的江爷爷还是把竹子都收了起来，示意福宝起身跟他回家去。于是小家伙就真的暂停营业回家睡觉。爷孙俩双向奔赴的感情怎能让人不感动？而有时福宝还会变成下班困难户。当营业一天精疲力竭的他趴在木架上一动不动时，江爷爷在一旁耐心劝导小家伙。 그만 들어가셔야 되는 거 아닙니까? 응? 이렇게 노숙을 하시면 안 되는 거예요. 집에 가서 잠을 주무셔야죠. 还在木架上拖着福宝给他玩游戏，而福宝的心情也看起来很好。江爷爷跟他开玩笑，下班就像战争一样。 이제 소문이 나가지고 네 퇴근 전쟁 본다고 손님들이 오잖아. 어? 그거 퇴근 전쟁 보러 왔어요 이런단 말이야. 어? 창피하지 않아? 얼마나 소문이 났으면 퇴근 전쟁 보러 오냐고. 直到最后，还是江爷爷把他抱回了家。虽然一路都在吐槽福宝的体重，但江爷爷还是坚持把他抱到门口。 너 엄청 무거워. 어? 이거 보러 들어가면 얼마나 좋겠냐. 해보지도 좀 편하고. 谁料福宝还准备扒墙不想离开，无奈之下他只能连拉带拽将其拖回家。毕竟江爷爷最担心的就是宝贝大孙女累倒，只能说在韩国的福宝真的很幸福。北洞的熊猫究竟有多肥美？眼前这只跳扭扭舞的胖宝宝，就是三太子萌兰的妹妹萌宝。她和萌玉不仅长得像萌兰哥哥，身材也逐渐向胖胶囊靠拢。如果不是耳朵下面的那颗黑痣，估计很多人就要将它误认成萌兰了。如果说北洞最魁梧的小熊是胖大海，那头最大的一定是三太子萌兰，凭实力打破近大远小的定律。而萌兰不仅头比其他小熊大一圈，据说体重也已经达到300斤。只见它甩头使抖的木架颤颤巍巍的，甚至从木架下钻出来，差点被卡住。尽管萌兰每天都在运动减肥，研究翻墙越狱或者是哐哐挖地道，但她的身材还是日渐圆润，都快胖成萌的球了。萌大萌二看着体型比弟弟小点，但其实体重根本不相上下，只是因为占了腿长的优势。至于萌家熊为何都如此肥美，那绝对与号称北洞太后的萌萌有关。她不仅膨胀到肉肉都暴露在粉网外，站起来小短腿也是能忽略不计的。据说萌萌曾一屁股坐死一条蛇，还在直播镜头下称出体重240多斤。不过这个视频是2016年的，目前她是否有赶肉超男还不好说。然而徐萌萌女士还不是北洞手中最胖的，还得是从小就骨骼惊奇的胖大海。据说这小子现实比镜头上还要胖3分，完全可以用庞然大物来形容他。
哇天哪！当胖大海和饲养员同框的时候，他就像横在奶妈面前的一座大山。如果说三太子蒙兰是头大的出奇，那胖大海则是身子胖头也巨大，只能说这体型倒是没辜负他的好胃口。别的小熊吃竹笋都是按根计算的，可胖大海却是按筐算的。看着徐老爷一根接一根的给他递粉，猫粉给大海起了个外号叫崔富贵。吃饱喝足后的大海还不爱运动，直接扯过被子盖好肚肚哄自己睡觉，睡不着就闻闻脚丫把自己熏晕。当熟睡中的胖大海被青团憋醒后，懒得起身的他都是直接开闸放水。青团在屁屁上堆了一层又一层，奶妈看到这幕简直无语死了。因此为了让大海多运动，奶妈放加餐时总是到处藏。除了这些从小生活在北冻的熊猫外，去年刚回国的丫丫也变得肥美了。要知道在旅居美国的20年时间里，我们丫丫瘦到体重不足100斤，奄奄一息的模样至今仍让无数人心碎。好在北冻在养猪方面经验丰富，1年时间就把丫丫宠成珠圆玉润的小胖妞。如今的她再也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甚至还能心情很好的在镜头前摆 pose。看来无论东或者西在家才是最好的。又到了每周五和丫丫见面的时刻，成功贴秋膘的长公主化身仓鼠脸宝宝。只见李奶爸给闺女准备了3根鲜嫩笋笋，还有一个香甜美味的红苹果。最近外场温度又有些升高，奶爸把之前的小毯子换成了野餐垫，还贴心给丫丫安排上了降温用的冰块。除了小藤球和过生日时的蓝色抱枕外，丫丫还多了个黄色长颈鹿的丰绒玩具。长公主出场后拿起一根笋笋直接开选，听着咔嚓咔嚓的声音就知道有多嫩。不一会3根大笋笋全部下肚，散落一地的笋皮全是鸭宝的战果。紧接着丫丫又开始吃香甜的小苹果，没想到长公主一大口咬下去，苹果只受了点皮外伤，不知道鸭宝是不是回到家苹果吃多了，每次拿到手里都要左闻闻右闻闻，然后再轻轻浅尝一小口。这一幕像极了小白天嫌弃窝窝头的样子。吃着吃着，丫丫突然望向了镜头，这时网友这才惊喜地发现，贴完秋膘的长公主竟变成了仓鼠脸宝宝，一双亮亮的眼睛干干净净充满美好，最后一脸呆萌的小表情直击网友心巴。这样的小熊无论谁看了都会被迷倒。不得不说丫丫真的胖了不少，腰间的褶子也越来越多，并且还用实力证明吃素也长胖。还记得4月份的丫丫还是瘦不嶙峋，从来不敢想象中国的堂堂国宝竟然能瘦成这副可怜模样。才过了短短几个月，现在的鸭宝肉眼可见圆润了许多，毛发光亮健康，甚至好到出现了3彩蒜瓣毛，并且精神状态和之前也是判若两人。每天都有吃不完的小苹果和鲜嫩笋笋，新鲜的胡萝卜也是想吃多少有多少。那些曾经传言丫丫不喜欢吃胡萝卜，因为老年病才会瘦削和患皮肤病的人，不知道看到如今的胖胖丫会羞愧吗？还记得丫丫刚回到家时，吃东西都是连着笋皮一块狼吞虎咽，感觉这些是她之前20年从未吃到过的美味。然而现在鸭宝已经完全适应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有时候吃东西还要专门到木架上晒着太阳吹着清风，不紧不慢的惬意享受美食，而这才是我们的国宝应该有的样子。如今只希望丫丫越来越健康，在北冻奶爸奶妈的集体宠爱下度过一个幸福且美好的晚年。为何明知花花不是亲生的，陈圆润女士还要对干女儿如此好？原来这跟她吃百家饭的经历有关。在大熊猫繁育讲究科技手段的年代，小狗的爸妈永永和圆圆却是自由恋爱，本交成功后自然产下了圆润。然而她在圆圆妈妈身边待了没多久，就被交由不同的干妈带大。圆润的第一位干妈是陈思源女士，思源把她视如己出，虽不是亲生但胜似亲生，把小狗性格培养得非常活泼开来。每次陈思源女士专心致志干饭时，好动的小狗能整出800个动作，在木架上爬上爬下一刻也不闲着。值得一提是思源干妈炫笋就是只吃笋尖，而这迪拜式吃法还精准交给圆润。此外陈思源也经常打瞌睡，但仿佛有心事一般就是不舍得睡。小狗也跟干妈学会了这一招，每次困到睁不开眼也要强撑着睁开。圆润还曾偷吃过思源干妈的窝头，并且聪明的小狗还知道叼到远处去吃。只见它猫猫碎碎藏起来，确定没被干妈发现后才开始大快朵颐。但当时圆润还太小，窝头并不适合宝宝吃，倔强的小狗宁愿被噎得边吃边捶胸口也要吃完，最后擦擦嘴才屁颠屁颠回到干妈身边。而陈思源女士可能也发现少了一块窝头，但她并没有跟干儿女计较，可以说圆润在干妈这里得到了足够的母爱。然而好景不长，当时还很年轻的思源被要求继续繁殖，于是圆润又辗转交给丽丽干妈照顾。可由于丽丽要一次性带5个娃，竞争对手太多，性格乖巧的圆润经常抢不到奶喝，结果导致营养不良，头大身子小，像极了小狗。好在丽丽干妈对圆润特别宠爱，小狗最喜欢的就是贴着干妈撒娇玩耍，即便丽丽已经精疲力尽，但她还是会耐心陪圆润玩顺风车游戏。后来陈圆润女士升级做妈妈后，也带起了干女儿花花，而她对待花花就像思源干妈丽丽干妈对待自己那般。宝宝花9个多月就来到了圆润身边，起初不适应的花花还有些拘谨，圆润察觉到后便主动向干女儿示好，不仅贴心陪在身边安抚小家伙，还故意露着肚皮表达对花花的喜欢。
察觉到干女儿后脚掌怪怪，陈圆润女士便经常暖心给她按摩。正所谓真心换真心，花花也察觉到干妈对自己满满的爱，渐渐对她越来越依赖，就连睡觉也要依偎在干妈身边才安心。这时候圆润都会把手轻轻搭在她的身上，搂着小家伙一起入睡。尽管花花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公妈，好在干妈圆润却努力给了她一个幸福的童年。可以说圆润和花花无疑都是幸运的，而曾经那段美好的年少时光将成为无比的珍贵一段回忆。盘点大熊猫们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朵朵，首先出场的是有熊界牛魔王之称的秦川，因为长了一双牛耳朵，这才得了个如此别致的称号。这小子的朵朵还能收放自如，走起路来自带大佬气质，长着络腮胡，神似土匪，主打一个我是社会你大哥不服就干，整体气质绝对不输凶神恶煞的元小。第二位出场的是秦大朵，又被称作熊猫界最快乐的小熊。才1岁的他就拥有10岁的米奇朵朵，虽然还没有正式名字，但猫粉都亲切称他秦大朵。每次跑起来，秦大朵的2个大耳朵总是忽上忽闪，网友看到这一幕直接辣评，真担心他给自己扇感冒啊！就连小家伙从树上掉下的一瞬间，大耳朵都是一弹一弹的。第3位是拥有考拉耳的虫虫，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大熊猫虫虫喜欢惹事，但又打不过，这一点还被基地写进了介绍牌里。就连奶妈都吐槽他是个典型的搅屎棍，并且虫虫还老是骚扰哥哥双双，但每次双双一个眼神杀这小子就怂了。只见虫虫吓得想往后退，发现退不动，只好假装吃手掩饰尴尬。第4位是拥有丝熊定制的乔包包，小家伙长着一双典型的炸毛耳，但这可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亲弟弟乔兜兜的杰作。乔兜兜立志要做最棒的托尼老师，于是整天拿着双胞胎哥哥练手，无论包包在睡觉还是打架，托尼都要上前给老哥设计发型。第5位出场的就是熊肩扳手阿宝，多年种公无人闻，一朝被咬名天下。起因是七仔看上了阿宝的女儿梦梦，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小子嫌彩礼要得多，抠门的他竟对着老丈人大打出手，直接把阿宝的耳朵咬成了扳手。毫无疑问，最后七仔和女友梦梦的婚事告吹。可谁料地主家傻儿子气不过，转头跟新邻居乐乐模仿阿宝被咬的惨状。只见他张得大嘴呲着牙，仿佛在说阿宝当时就是这么嚎叫的。这贱兮兮的小模样简直把人笑不活了。第6位出场的是潦草耳朵小鸭，这绝对是整个熊猫界最好认的熊猫，因为一对极其炸毛的耳朵走红网络，神似回家的诱惑里面的宝莲，真怀疑早年间小鸭竟背着我们偷偷拍剧去。第7位出场的是2位日系甜妹，大美熊英邦和香香公主。两熊出生在日本，长得日里日气，都拥有微笑唇、蓬蓬脸、米奇大朵朵，看正脸简直就是标准的证件照。英邦甩头时连耳朵都会跟着晃动，平时自己闲着也不能让朵朵偷懒，连打坐时小耳朵还一动一动的偷听八卦。第8位是小狗耳圆润，大大的脸庞，圆圆的脸蛋，拥有和黑眼圈差不多大小的耳朵，这些同时放在圆润身上反差感十足。网友们还知道哪些熊猫有着可爱朵朵呢？又到了每周5见丫丫的日子，今天的小胖丫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呢？只见李奶爸把3根加特林巨隼放到鸡笼里，野餐必备小苹果也给长公主安排上。天气渐凉，爱心小毯子继续铺着。丫丫出场后直接化身霸气女王，用嘴咬住笋笋，连着胖大海边的鸡笼一块带了过来。干饭心切的他麻利的一把拽掉麻袋，表演了一段耍金箍棒后直接开吃。但是听声音就能感受到这根笋笋有多嫩，甚至鸭宝咬的时候能清晰看到汁水飞溅。之后丫丫捧着小苹果也是吃的嘎嘎响。不少网友发现长公主炫嘴，吃胡萝卜的时候都是超大一口，但到了小苹果就变成小口小口细细品尝，能看出鸭宝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味。全都吃完后，丫丫还有点意犹未尽，用大脑袋撞开眼前的鸡笼，在地上四处搜寻着。不得不说，鸭宝现在的胃口越来越好，难怪把自己吃成了圆滚滚的小胖鸭，并且如今长公主还非常懂得养生之道。吃饱后惬意的在院子里散步消消食，温暖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这一刻鸭宝像极了闯入人间的精灵。短短几个月，丫丫的容貌和精神状态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的她就像个没人要的破布娃娃一样，被随意丢弃在地上，4次流产，骨瘦如柴，患严重皮肤病，毛发大面积脱落。这就是丫丫在孟菲斯全部的真实写照，到现在也清楚记得丫丫在孟菲斯听到王鹏奶爸声音时的场景。当那魂牵梦绕熟悉的母语传来那一刻，他立马直立起身，情绪激动地趴在墙角，满怀期待地像个孩子般四处张望。而在异国他乡的整整20年，也只有在家人面前他才会像个孩子。在所有人的努力下，4月27日，丫丫终于带着乐乐回到家。那时的他瘦骨嶙峋，单是一个眼神就让人心痛万分。好在在北洞奶爸奶妈们的集体宠爱下，丫丫终于适应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自己家，鸭宝每天都被煮海蜈蚣，鲜嫩的冲天巨笋想吃多少吃多少，香香窝头、美味胡萝卜和小苹果应有尽有。从前吃笋不舍的包皮的他，
现在都会把根部老的部分咬掉再吃，并且如今丫丫变得越来越活泼，不仅经常爬木架，还喜欢探索院里各个角落，偶尔还会和来串门的喜鹊朋友聊聊天。只能说丫丫的养老生活简直不要太惬意，相信乐乐在潘达星球看到爱妻的变化，一定会特别欣慰。大熊猫伐树哪家强？广州动物园找新一。这天，园艺高级工程师新一正式开工。只见他一溜烟爬上院里的树，开始修剪上面的小树枝。工作原则就是简单粗暴，没有原则，全程根本不带休息的，主打一个看我削不削你就完了。3下5除2，这小子就把原本一棵茂盛的大树伐得光秃秃。网友直呼他爬过的树比台风刮过的还惨。终于知道新一为什么被叫光头佬了。他这行为跟光头强有什么区别？而都江堰的离堆伐树的本事，估计是和新一同一所学校进修的。院里的树皮全都被他爬秃噜了。成为拆树专家后，小堆堆直接喜提熊猫界独一份的铁树，整棵树由混凝土浇筑而成，这简直比三太子萌兰的铁王座都炸裂。离堆整体使用下来，那真是夏天烫屁股，冬天冻电。但凭本事得来的再不好，他也不会抱怨。虽然现在一片树叶都带不走，可小堆堆还和从前一样整上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一个帅气的转身，正对着游客，用脚勾起竹子吃着，享受人们的欢呼声和吹捧。不愧是都江堰形象代言熊，气质这方面拿捏得死死。而奶爸为了防止灵岩霍霍小树，特意在外面加了保护膜。可胖岩凭借身高优势，一个上天揽叶就把小树枝拽了下来，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一顿霍霍灵岩，又把保护膜给拆了，然后凭借矫健身手，他直接爬上树，开始修剪上面的小树枝。这惊人的破坏力，难怪奶爸不敢让他出外场。而八里台的二姑奶奶喜乐更是没事干了，非要拿小树泄愤。起因是一次出外场没看到的他撞树上，气得喜乐对着小树施展了一通王八拳。结果晚上睡觉他越想越气，第二天一大早就来院里把树连根拔起。不过要说熊猫界最有资格伐树的小熊，那一定非朴实又炸裂的家宝莫属。这小子1岁多和小伙伴玩的时候，不小心把大胖腿卡到树里无法动弹，好兄弟琳琅看到后气坏了，疯狂咬着他的屁股就往外拽，可费了半天劲一点效果都没有。幸好奶爸奶妈及时发现被卡的家宝，立马拿着大砍刀来解救熊孩子。为了稳定他的情绪，奶爸奶妈分工合作。只见奶爸在后面疯狂挥舞着大砍刀，奶妈则是在一旁投喂家宝美味笋笋。心大的他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最后奶爸成功把树砍断，才把家宝解救出来。而如果小树会说话，恐怕他一定会吐槽伴君如伴虎。至于小熊萌兰到底给广大网友带来多少惊喜，名场面一：自律。为了完成越狱大业，萌萌每天都在坚持健身。只见他先是拉伸腿热身，然后在木架上哐做几个仰卧起坐，再借助轮胎锻炼核心力量，练出人鱼线。最后一步模仿两脚兽站在走路不容易被发现，果然没有熊能随便成功。名场面二：霸气出场。天空一声巨响，三太子闪亮登场，自带特效打败了99%的英雄电影。此外，萌兰的漂移出场也超级经典。今天谁又被我们萌萌迷住了呢？名场面3对话，有多少网友是从这段视频入坑萌兰的呢？60多斤啊！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哎，胖儿，胖儿，胖儿，宝贝儿。于发姑奶爸的每句话他都做到了有回应，如此懂事可爱的萌，难怪能成为无数猫粉的心上人。名场面4：养小鸟。作为情绪稳定的阳光开朗大男孩，萌兰和院里的小鸟一直都是和平相处，并把人家当成了饭搭子。每次开饭，萌儿都会把窝头留给小鸟，自己先去吃美味笋笋，等到小鸟们全都吃饱，萌兰才不紧不慢吃剩下。久而久之，院里的小鸟都被他养得胖嘟嘟。名场面5：无死饲养。美奶妈曾教给萌兰，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用力抱抱。我来萌妹，我最喜欢我萌萌仔。萌三好乖的，脸好圆的。于是，在见到最爱的发姑奶爸后，萌儿直接一个熊抱把他揽入怀中。只能说这份窒息的爱奶爸无福消受，再不挣扎出来，恐怕明天就要上头版头条。名场面6：平平无奇模仿小能手。这天，萌兰看到徐老爷弄了个实心的发型，紧跟潮流的萌儿也跃跃欲试。只见 Tony 兰利用院里的超强消防弹力带放到自己的大脑门上，不能说毫无关系，只能说一模一样。而在所有大熊猫中，萌兰最羡慕的就是旅居卡塔尔的四海和晶晶。出不去的萌儿以为他们也入乡随俗，于是拿个轮胎套脑袋上，假装在卡塔尔。没想到下一秒就成了翻车现场。Everybody 跟我嗨起来！你以为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吗？名场面7：手动把自己关家。一次奶爸忘了给萌兰关兽舍的门，有安全意识的他用小手扒拉着门，一个快准狠就把自己关在了里面，心想谁都不能偷走熊熊我。名场面8：近大远更大。众所周知，萌兰的脑袋很大，那么到底有多大呢？偷看大哥萌大吃笋时，缓慢升起来的一颗熊头直接让人笑喷。
和小时候的胖大海同框满屏的大脑袋，而找萌宝萌玉妹妹聊天时，感觉姐妹俩头加起来都没萌兰大，难怪这小子经常被游客误认为待宰母猫。可以说近大远小在萌兰这完全不存在，只有近大远更大。网友还喜欢萌兰的哪些治愈名场面呢？胖儿，回北京了，胖儿，你看妈妈了。这是胖大海将要回北洞时的画面。此时奶妈正在不舍得跟小家伙告别，胖大海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将要离开最爱的英华妈妈和熟悉的地方。他小小一只在笼子里手足无措，内心充满了迷茫和不安。来到北洞后第一次营业的胖大海万般不适应，陌生的环境让年仅1岁的他焦躁不安。面对新奶爸奶妈的引导也丝毫不理睬，而是独自一熊到处闲逛查看周遭的环境。无奈的奶妈只好拿出美味笋笋诱惑小家伙，可胖大海依旧不为所动，而是一溜烟爬到了树上。对大熊猫而言，爬上树是为了躲避危险，能看出现在的环境让他十分没有安全感。不知过了多久，胖大海实在无法忍受饥饿，看到树下还有笋子和竹叶，终于鼓足了勇气决定下来吃。只见胖大海2只小手抱着美味笋笋，疯狂剥皮，像是要化悲愤为食欲。不一会儿，1根大笋笋就被他全部吃完。紧接着，小家伙又去吃第2根。渐渐的，胖大海不似刚才那般紧张，最后直接放松警惕，躺在竹叶上开心吃了起来。但听到异响后，小家伙还是立马起身，双手拿着笋笋，一边吃一边查看周围，可怜又呆萌的小模样让人莫名心疼。之后一段时间，胖大海还是如此安静，很多时候都是安静坐在树杈上发呆，很少玩院里的玩具，更不会和游客互动。徐老爷察觉到胖大海的内向，便经常来看他。一次，老爷捧了一堆雪在小家伙头上抹，好脾气的胖大海依旧自顾自吃着笋笋，任由对方跟自己闹。很多人担心再这样下去胖大海会抑郁，然而就在这时，阳光少年萌兰出现了。他察觉到隔壁的胖大海沉默寡言，便经常来到墙边咩咩叫召唤好兄弟。起初害羞的胖大海还不肯上前，可架不住萌儿的热情，在他的多次邀请下，兄弟俩终于第一次正式见面。此后萌兰经常来找胖大海玩，而胖大海也逐渐习惯了有对方的陪伴。2小只经常在一起聊天玩拔河游戏，有时萌儿忙其他事没出现在老地方，他就会安安静静趴在墙角等对方。这天萌兰看到奶爸送来的竹子格外新鲜，立马热情地招呼好兄弟胖大海一起吃。只见他努力地把竹子从铁网出递过去，让表弟吃上了自己送的爱心餐，而兄弟俩一边吃着竹子一边聊天的画面实在温馨。后来萌儿还教会了胖大海越狱技巧，只不过这小子太实诚，把窍门告诉了奶爸。在阳光开朗大男孩萌兰的陪伴下，胖大海慢慢从社恐小熊变成了社牛。果然，只要有萌兰在，就没有哪只熊会抑郁。看到奶爸不顾危险近身照顾刚生产完的苏玲，才明白大熊猫和饲养员的双向奔赴有多让人感动。苏玲，来救救他一下哈，他会赶紧。此时的苏玲刚生产完，怀里还紧紧抱着幼崽，即便身体不舒服，但听到奶爸的话，还是乖乖配合抬起小脚。这一刻让人看到了大熊猫和饲养员的双向奔赴。生产前夕的苏玲无精打采，食欲大不如从前，就连最爱的竹子也不想吃。宫缩带来的疼痛还让她变得暴躁不安，在房间内发狂似的顶着竹叶乱跑。发泄完一通后，她把头靠着墙上静静坐着，看起来十分痛苦和难受。这一幕幕让程奶爸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立马给闺女拿来新鲜的大竹笋，并亲自切成方便苏玲入口的小块。只可惜苏玲还是食欲不佳，总是无精打采的把头缩进小角落。经过这段时间的细致观察，程奶爸也排除了苏玲假孕的可能。为缓解产前烦躁，奶爸特意给她拿来纸箱，让其抓咬缓解烦躁情绪。没一会，纸箱就4分5裂，碎屑散落一地。时间1分1秒的过去，越来越临近苏玲生产。奶爸焦躁不安，却也只能静静等待。所有人都做好通宵陪产的准备。经过漫长的等待后，苏玲的羊水终于破了。没一会，幼崽啼哭的声音就传来出来。母性极强的苏玲立马叼起孩子抱在怀中。细心的程奶爸担心纸屑会划伤幼崽，于是不顾危险拿着工具去内舍打扫。要知道刚生产完的熊猫领地意识特别强，但苏玲看到突然进来的奶爸，没有丝毫的惊恐慌乱，并且听到奶爸的提醒，还会乖乖抬起脚配合。此时的苏玲抱着孩子蜷缩在角落，但看起来她好像好在努力。奶爸立马不安地上前查看，竟然发现苏玲怀的是双胞胎。为了苏玲能够顺利产下第2胎，奶爸决定先取出第1个幼崽。只见饲养员进入兽舍内，一边安抚苏玲，一边迅速取走幼崽。而苏玲也相信奶爸会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所以便没有出现任何的抵触情绪。经过长达5个半小时的漫长等待后，苏玲终于顺利产下了第2胎。考虑到熊猫妈妈无法同时照顾2只崽崽，饲养员便决定先让1只待在保育箱。为了让小家伙的营养跟上，奶爸还要定时采集一些母乳。整个过程苏玲也没有丝毫抗拒，只能说大熊猫只是不会说话。
而人类对他的好，他全都清晰记得并给予回应。眼前这只龇牙咧嘴的大熊猫就是娄阿宝，二狗润月跟他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阿宝是陕西秦岭大熊猫，小时候就住于野外，那时的他还是不怎么出名的透明猫，于是便被基地悄悄借去当种工。没曾想地主家傻儿子7载把他的耳朵咬成扳手后，娄阿宝一夜之间名声大噪，成了顶流熊。俗话说10年种工无人知，一朝被咬天下无。这下阿宝的一堆隐藏娃再也瞒不住了。虽然这小子明面上的老婆只有冯昭美，但网友却惊奇地发现，基地的很多小熊都跟他有几分相像，其中最出名的当属陈圆润女士的闺女二狗。两熊不管是龇牙咧嘴的表情，还是单腿撑头的样子，都极为相似。不过单从父女俩的长相上，确定二狗的亲爹是阿宝还远远不够。直到网友扒出陈圆润女士的恋爱史，当年杏花微雨、情窦初开的小狗遇到了挚爱娄阿宝，那时两熊还是邻居，只有一墙之隔。圆润经常躲在树后偷看对方，充满爱意的小眼神一看就是犯花痴，像极了深陷情情爱爱里的小女生。不仅如此，两熊还有着超高的默契，经常会隔空做一模一样的动作，能确定小狗这个时候是在想阿宝，而阿宝又在想谁呢？两熊甜甜蜜蜜没多久，润月就出生了。圆润和阿宝的地下恋情终究藏不住了，本以为这是段细水长流的爱情，结果却是清醒大女主的逢场作戏。娄阿宝刚回陕西没几天，圆润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转头立马和对面的公仔谈起了恋爱，甚至小狗还会专门打包竹子跟他甜蜜分享。甚至圆润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从潦草小狗一跃成为优雅白富美。看来恋爱能使熊变美这句话绝对没错。曾经的挚爱阿宝也就成了前夫哥，感情圆润的恋爱脑是装出来的呀。很多网友了解两熊的奇葩爱情后，纷纷玩起阿宝不能捐让公仔捐的梗。若是二狗哪天需要捐血，阿宝和公仔定会凑上前抢帮忙。不过圆润绝对第一时间制止娄阿宝，毕竟直系血亲不能给小孩输血。此外，阿宝在基地的嫌疑孩子，还有基地之花北川的孩子川仔。川仔还遗传了亲爹阿宝用脚脱下巴的绝技，果真不是一家熊不进一家门。要是7仔知道用脚脱下巴是阿宝和他孩子们的专属，肯定不会贱兮兮的偷学人家的绝技。大熊猫掰竹子的方式有多五花八门，有用嘴的，有用脑壳的，还有用鼻梁的，但都比不过萌二人叫板掰竹子。萌二每次掰竹子表情一定要到位，凶狠的模样，说是手上有几条熊命都信。据说二小子从小就离开了妈妈萌萌，生活技能都是饲养员手把手教的，但由于奶爸掰竹子时非常费劲，没做好表情管理的他露出了痛苦面具。我们萌二主打不理解但学习，于是不管竹子是粗还是细，通通龇牙，有时忘记龇牙想起来后还会补上。而凭借人教版掰竹子火遍全网后，萌二又解锁了鼻尖掰竹大法。虽然看似轻松，但表情却更狰狞了。或许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龇牙咧嘴吧。北辰作为熊猫圈含糖量最高的小熊，掰个竹子都能向游客发射甜蜜暴击，扯下竹子时两边脸颊更是一抖一抖的。就是说，谁能拒绝如此甜美的小熊呢？福宝在韩国吃的都是切好的小段竹子，回国后面对超长竹竿直接惊呆了，从左到右捋了一遍都没找到下嘴的地方，小家伙只好虔诚的举起来，嘴里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竹子自己劈开行不行？好在我们福猪猪是聪明的小熊精，很快学会了两手抓着，然后用头顶开，左手拿的一半只是看看就丢在了地上。不得不说，这动作真是太优雅了。远在韩国的宋爷爷的得知此消息后，连夜改教材教瑞宝辉宝掰竹子，为了避免表情管理也被熊孩子学去，就从小竹子开始教迷你竹配迷你熊。此外，小奇迹也曾因掰竹子苦恼不已，手脚并用的扯开，却还是没能吃上一口。恼羞成怒的他直接上演抹博士掰竹，气哼哼的想来呀，比比谁的命更硬。铁头帮主苏星最擅长用头掰竹，还因此获得了奥特曼同款尖脑袋。如果竹子很细的话，他会用鼻梁掰开，以鼻梁为支点，两手使劲，简直轻轻松松。不得不感叹，好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不过以上这些掰竹大法都是小意思，华丽直接对着院子里的竹子下手。而在他200多斤体重的加持下，竹子尖叫着倒下了。花花身为顶流女明星和局长，任何时候都不忘保持优雅，就连掰竹子也不例外，满脸呆萌，让人忍不住想上手捏捏。好在二狗早已从幼年园毕业，要不然照花花这个吃饭速度，估计他和二狗都能饿死。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掰竹子的方法呢？看到曾被游客攻击丑的萌二正脸一夜，才明白二小子的内心有多强大。都知道先前萌二的螨虫眼很严重，奶爸奶妈每天给他抹药也不见好。有游客看到他眼圈泛白的样子，当众嫌弃的吐槽萌二长得不好看。萌二长得不好看，走吧。正在吃饭的萌二明显听懂了，他愣了一下，赶紧用手擦了擦眼圈。可见大熊猫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们能敏锐察觉到来自旁人的恶意。尽管平白遭受了不良游客的攻击，但乐观开朗的萌二依旧选择正面游客。尤其是当他重新拥有乌黑的眼圈后，小家伙更喜欢和游客贴贴卖萌了。只见萌二炫耀似的举起扁扁的篮子，满眼的单纯和懵懂简直萌化人心。
哪怕打哈欠也能经得住镜头的考验。可见我们萌儿的样貌绝不输萌兰。不同于萌兰从小便被猫粉们关注着，长大后凭越狱登上央视新闻板块，萌儿从小就是小透明，也没在妈妈身边长大，偶然间靠龇牙咧嘴掰竹子才火出圈。不过单凭技能还不足以火爆全网，萌儿的个熊魅力同样吸引了不少猫粉。他是萌氏家族最懂事暖心的小熊，也是北洞奶爸奶妈集体宠爱的团宠。别的小熊面对北洞窝窝头满脸愁容，经常趁饲养员不注意丢到墙角，而萌儿拿到的窝头不管多厚多干巴，他都会一口一口吃得很干净，甚至还会用盘子接住残渣以免浪费。当奶爸来上药时，萌儿乖乖仰头，任由对方触碰自己最脆弱的眼睛。如果是其他小熊肯定没这么配合。而且萌儿每次出门上班之前，都会来到门口跟饲养员打声招呼，肚子饿了就乖乖坐在门口等待，无论等多久他都不会生气。也正是因为萌儿性格温柔，很少欺负人，当面面奶爸被小白天折磨到刻板后，神情呆滞的他总会来找二小子寻求安慰，很快便能从愁眉苦脸笑成一朵花。当面面奶爸接萌儿下班回家时，关门太快不小心夹到了小家伙的屁屁，这要是换成小白天准得送他拿捏大礼包。可好脾气的萌儿既不生气也不拿捏他，只是走回去让对方下次注意点。只能说越了解就越觉得萌儿治愈，而且他的暖心不只是对饲养员和游客，更是对世界万物的热情和包容。当乌鸦偷吃萌儿的窝头时，他明明看见了，结果仍假装若无其事。有时乌鸦朋友没在午饭的时间露面，萌儿还会把最爱的小苹果留给他一些。二小子真的是治愈系的天使小熊，只希望能有更多猫粉关注如此可爱的小家伙。萌儿未来熊生永远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看到萌儿睡醒后乖乖叠被子，才明白他为什么被叫人教版小熊。因为萌儿自出生后就没被妈妈带过，生存技能方面的储备基本为零，包笋掰竹子都是回北洞后跟奶爸学的。可奶爸每次掰竹子都要使很大力气，一时间忘记表情管理，看上去龇牙咧嘴。耳熏目染的萌儿很快学会了全套流程，在此之后不论大竹子小竹子，他都是徒手掰，而且表情一定要到位，主打一个宝宝不知道这样做的理由。但奶爸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不仅如此，由于黄连奶爸之前当过兵，在生活细节方面仿佛有强迫症一般，每天上班必定把萌儿的3件套仔细放好，好大的下凉被也要叠得整整齐齐。萌儿看着奶爸的举动有样学样，小熊精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毛巾洗脸，左擦擦右抹抹，直到浑身变得白白净净。吃饱饭后也不忘抓起毛巾擦嘴。别的大熊猫睡觉都是往地上一躺，睡得四仰八叉不拘小节，萌儿则是人里人气的睡在凉席上，板板正正的像极了过年待宰的香猪，并且他起床后还会把被子叠好，天气好了就拿去晒晒，用爪拍拍灰尘，下雨天也会记得把凉席收回来。眼里有活，行动力强，瞬间秒杀大批两脚兽。此外，萌儿还完美复刻奶爸爬梯子，奶爸走一步就小心的回头看看落脚点，二小子同样一步一步手脚并用下梯子，这谨慎的表情说不是奶爸亲生的都不行。作为萌氏家族唯一的全蛋小王子，萌儿从不放弃任何能找女朋友的机会。从奶爸那学会仰卧起坐后，就开始天天健身，只待未来能在女朋友面前大显身手。或许是因为从小离开妈妈的原因，萌儿性格温顺，特别喜欢和饲养员互动，而奶爸奶妈也格外宠爱懂事的二小子，经常抽出时间照顾他的感情需求。要是萌儿感到不开心了，徐老爷会陪在身边聊天哄他开心。黄连奶爸则给好蛋儿做马杀鸡，张韶涵奶妈不仅会跳舞给萌儿看，还经常给小家伙拿零食吃。看到二小子吃完手里的仍意犹未尽，奶妈哭笑不得，连连摆手告诉他没了。先前萌儿患有螨虫眼，要定时上药。不同于其他小熊故意拿捏饲养员，二小子全程不吵不闹，十分配合。只因他知道饲养员都是真心对自己好。虽然萌儿的童年缺少了萌萌的陪伴，但也因此得到了饲养员更多的照顾。我们二小子真的是值得被爱的小熊。看见游客当众说萌儿长得不好看，才明白熊猫圈的歧视有多过分。这天萌儿本来在认真营业，突然一声刺耳的声音传了出来：萌儿长得不好看，走吧。听到声音，萌儿明显愣了下，随后若无其事地擦了擦眼圈。可见熊猫虽然不会说话，但其实它们什么都懂。要知道萌儿天生仓鼠脸微笑容，又萌又帅，妥妥一枚小帅哥。即便后来被螨虫眼影响了颜值，但作为北洞暖男的萌儿，依然值得猫粉的喜爱。不同于跟在熊妈身边长大的小熊，萌儿出生后就被迫和萌萌分开，没喝过妈妈一口奶水，也没被带过一天，所以小家伙兜兜转转被各位干妈带大。后来萌大萌二和萌萌一起回到北洞，那时的二小子已经1岁多了，可由于没有妈妈在身边教给他生活技能，以至于二小子什么都不会。照顾过他的李奶爸就曾心疼地表示，萌二小时候吃笋都不会剥皮，直接囫囵吞嘴里使劲咀嚼，饲养员教了他好久才终于学会。其他小熊掰竹子都有妈妈教的技巧，可萌二却只能观察饲养员的举动，因为对方力气小，掰得龇牙咧嘴，二小子误以为这样做才能把竹子掰开，所以有时他忘记龇牙后还会补上。刚开始网友看到这幕都会觉得很好笑，可当真正了解过萌二的熊生经历后，只会感觉到阵阵心酸和难过。当萌二和妈妈萌萌再度相逢时，已经完全认不出自己孩子的萌太后。
冲着二小子凶狠的咆哮。但萌儿似乎知道对方就是自己的妈妈，所以无论萌萌如何痛骂都不还口。即便从小不在妈妈身边，但萌儿依然很爱对方。每年萌萌假孕或者不想出外场时，懂事的萌儿便自告奋勇替妈妈营业，因此被网友称为北洞第一大孝子。饲养员徐老爷也曾亲口夸奖萌儿是北洞最乖巧的小熊。老爷从门缝中给小乖孙送竹子，懂事的萌儿担心堆积的太多放不下，便主动帮老爷把靠在门边的竹子拿进来。因为萌儿经常手掰竹子，掌心受伤了，可他不哭不闹，乖乖拉着把手等兽医上药。因为消毒水洒在伤口上有些刺痛，萌儿难受的不停揉朵朵，但都没有抽回手。只能说越了解就越心疼懂事的二小子。不同于其他小祖宗抗拒窝窝头，萌儿就算噎到不停打嗝，也紧紧握住窝头不肯浪费，甚至还仔细清理掉饭桌上的残渣。面对经常串门蹭饭吃的咕咕鸟，萌儿从不驱赶它，只会温柔看着，甚至还会故意留下食物给小鸟。如此暖心懂事的小熊值得世间一切美好，也希望猫粉们能多给萌儿一些关爱。从小用一个姿势喝瓶瓶奶，长大后组团扎堆看美女，熊猫天团四喜丸子的关系有多甜？这天二顺搬回跟可爱住过的院子，隔壁四喜丸子八卦雷达立马竖起，饭也不吃了，睁着扒窗口看美女。冲冲更是豁出性命，踩着双左肚皮，只为跟二姨讨要新年红包。然而二顺却平等的汪汪吼了4小只，别过来别过来，老娘好容易清静的。不过这四喜丸子除了热爱扎堆八卦外，最出圈的还得是他们吃饭时的场景。相较于韭菜花叶天团每次都是你争我抢，这4小只的画面简直不要太和谐，摆上副麻将就能消磨一整天时光。这天喜喜第一个跑来吃果果，冲冲和双双紧随其后上了桌。喜喜一看，赶紧加快了炫饭速度，小手抓起苹果不停往嘴里塞。重重才吃1块，喜喜都薅了4块，急得他爬上桌想从对方嘴里抠出来，谁料压根就抢不到，只好郁闷离开。双双也没吃饱，走着走着越想越气，随后来到冲冲面前狠狠揍了他1巴掌，还一个抱摔把老弟扔下斜坡泄气。果然双总战神称号名不虚传，作为天团里体型最大战力最强的小熊，双双从小就透露着不符合年龄的霸气。当弟弟打扰他洗澡时，直接甩去眼神杀，吓得重重连连后退，咬住手缓解尴尬。长大后的双双更是凭借超强战力1v3，只见他站起身和喜喜互挠脸蛋子，打完后又去咬住庆庆的后脖梗胖揍。脱离战场的喜喜赶紧坐下来补充体力，一旁的冲冲吃饭的速度也变快了，心想赶紧吃一会被揍的就是我了。果不其然，在连续暴揍喜喜庆庆后，杀红眼的双双一口咬住弟弟大腿，随后泰山压顶揍的冲冲连连求饶。只能说但凡他们仨团结一点，也不至于都挨揍。因为揍熊太多，双双经常被关小黑屋。一开始另外3只还会去探监嘲笑他，后来奶妈竟然给关禁闭的双双开小灶，外面的3小只简直快要馋哭了。自此以后，双双打完架就自觉认罚，很难不怀疑他是为了开小灶才打架打的。不过要说为何弟弟虫虫挨揍最多，属实是这小子前科太多，又菜又爱叫，甚至被奶妈犀利点评是个搅屎棍。只见他仗着有庇护所，一掌打在哥哥脸上，双双猛了反应过来后把他揍得嗷嗷叫。结果回家时不长记性的虫虫故意歪着走，把哥哥挤在墙边不能动弹。果然搅屎棍虫虫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北洞窝窝头究竟有多难吃，就连窝头标兵萌二都生无可恋了。只见二小子被窝头噎得不停打嗝，感觉他下一秒就要吐出来了。但更绝的是，窝头不仅干巴还粘牙。萌二边努力剔牙边呆呆地望向远处，心想这玩意真的是给熊吃的吗？就是说北洞厨师再不更改配方，恐怕最懂事的萌笑笑也要叛逆了。要知道花点点为了逃避难吃的窝头，愣是凭一熊之力把所有奶爸整到刻板。这天面面奶爸来给花点点送窝头，没曾想反复递过去20次都没能成功。随后就见他生无可恋地坐在马扎上，胡子拉碴，目光呆滞的模样像极了流浪汉。罪魁祸首花点点却在若无其事的玩耍，心想好爷又是逃脱窝头的一天呢。此外帅奶爸同样在花点点面前铩羽而归，任凭他喊破嗓子也得不到他一丝怜悯。短短几天时间，帅奶爸就憔悴了不少。而任性天后小白天为了逃避吃窝头，愣是被逼成了演技高超的奥斯卡影后。奶爸在身边时，他假装吃得很香，只要对方转身就立马把窝头扔到墙根处。但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有次徐老爷来喂小白天吃窝头，他估计虫师趁对方不注意丢掉了，结果立马被围观的游客出卖。都没扔吧？扔了！气得小白天那天背对着游客营业，心想天天心肝宝贝小可爱，卖我的时候比谁都快。都知道三太子萌兰很少浪费食物，然而这天不知窝头加了什么魔鬼配料，萌兰仅仅是舔了2口就忍不住干呕。但想到不能辜负奶爸心意，萌儿还是往嘴里塞了一口，就是这艰难咀嚼的模样，像极了福宝吃驱虫药，爱宝吃鲫鱼饼。乌鸦也好奇北洞窝头究竟有多难吃，趁着萌兰睡大觉偷摸整上一大口。
结果被噎得不停翻白眼，差点一命呜呼。果然没有任何生物能笑着接受北洞窝头，连见多识广的谷谷大爷都吃得龇牙咧嘴，并不断扭头用幽怨的眼神瞧着奶爸。这窝头非吃不可吗？真的不会要熊命吗？因此整个北洞也只有丫丫愿意接受窝头。原以为是他过惯了苦日子，不舍得浪费，没曾想当李大丫体型逐渐圆润后，饲养员就逐渐减少了蜂蜜含量。这下就算是丫丫也开始对窝头发愁了，甚至只肯接受做成红枣夹心的饺子。只能说北洞的猫吃窝头的心情，比大家上班的心情还要沉重。谁能想到萌儿各种人教版技能的背后，竟蕴含着他一路成长的辛酸。不同于跟在妈妈身边长大的小熊，萌儿出生后就被迫和萌萌分开，甚至连妈妈的一口奶水都没吃过。之后就辗转在各位干妈间吃百家饭。之后萌大萌二和妈妈一起回到北洞。虽然那时的二小子已经1岁多了，可由于没有妈妈在身边教他生活技能，萌二连笋皮都不会剥，而是带着一块吃，还是李奶爸教了好久才终于学会的。并且萌二掰竹子的方法也是人教版，因为奶爸力气小，需要很用力才能掰开。二小子误以为龇牙咧嘴是必备流程，于是不管粗细都用手掰，表情也必须到位，甚至有时忘记龇牙，事后想起还会补上。此外，萌二还会人力人气的睡在凉席上，起床后还会整齐叠好，天气晴朗就拿去晒晒。勤俭持家的他，就连一条毛巾都能用很久。起初网友们还觉得人教版小熊很好玩，可当真正了解萌二的过往，只会觉得心酸。当初萌萌和萌二分开后再次见面，已经完全认不出孩子的萌萌凶狠地吼他，可二小子却认出了那是自己的妈妈，所以无论萌萌怎么凶都不还嘴。夏天天气炎热，萌萌在内场吹空调，代替妈妈出外场的萌二则抱着冰块玩，因此被网友称为北洞第一大孝子。饲养员也格外宠爱这只乖巧懂事的小熊，因为二小子喜欢在泥地里打滚，奶爸们就轮流用锄头把院里的土弄松软，还贴心的浇上水，以免尘土糊眼睛。出外场的萌二看到老爷的杰作后，高兴的扑上去疯狂打滚，把泥土抹匀。玩到最后，二小子累得呼哧呼哧的，下半身也换上了限定款黑毛裤。当萌二跑去水池里准备洗澡时，突然发现里面没水了，只能洗个熊腚。徐老爷就立刻拿来水管往他身上滋水，可以说是完全把萌二当亲生的宠爱。新的丰容刚运来，奶妈会让萌二先挑，第二天就给二小子安排上了全新毛巾。萌二人力人气的擦着头，简直要太可爱。当黄连奶爸给二小子喂药枣时，总是会亲自送到小家伙嘴里，而暖心的萌二害怕自己会咬伤奶爸，每次都用舌头接，等对方抽走手才咀嚼。如此暖心的小熊绝对值得一切美好。希望我们二小子未来熊生快快乐乐，在奶爸奶妈的宠爱下幸福每一天。